事隔3年，我们又开始白嫖大厂的云服务器了。刚好赶上亚马逊云国内推广和促销，有机会用上免费的 EC2 云服务器。还是相同的产品，但是活动力度以及活动方式都有所区别。熟悉我的小伙伴呢，都知道我在频道最初玩云服务器的时候，首先就是甲骨文云，其次呢就是亚马逊云。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3个月的光帆用完以后，我们开始白嫖这个 EC2， 结果被反撸了，又玩了半年。收官在 IPv4 收费，我们就再也没更新过亚马逊云的视频了。海外超级大厂的云服务器我都有相关的视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起来。那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国内比较正统的方式不会封号的方式介绍讲解，并且帮助大家成功注册，开启 EC2 的云服务器，解锁一些隐藏的区域。那现在我们接触到的是全新的最高可以送$200的活动，只要你注册成功，首先获得$100，你通过完成一系列的任务，大概有5个任务，然后可以每一次获得$20，而且呢门槛也降低了就不会说隔段时间就会给你查水表。大家点击这个链接，你就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我们只需要关注可以最高获得$200的服务抵扣金。那中国区的玩法可能又有不太一样，回头我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主要是去注册海外的账户，然后它这边免费计划和付费计划也现在慢慢的趋于大家理解的，就是我们以前的云服务器，只要你超过了时间就会乱扣费的。那现在其实跟谷歌云就有点类似了，它只要你在免费计划当中，它是永远不会乱扣你的费用的，只会出现不能用了，不会出现你继续用然后继续扣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的情况，小伙伴就不用太担心了。那只有你升级到了付费计划，你才会进行扣费。首先呢，我们就点击这个注册账户。如果看不懂的话，右上角这边是可以调整语言的。这块呢是要用你没有注册过亚马逊云的邮箱，下面是亚马逊云账户的一个名称，验证电子邮件，邮箱的验证密码。如果你能成功的收到这个验证码，就表明你当前的这个邮箱是可用状态的。注册过亚马逊云的账号的邮箱，它就会显示右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邮件里会提醒你邮箱已经被使用过了。复制一下，粘贴到这边，点击验证。我们需要输入跟用户密码，确认跟用户密码。这个密码呢要带特殊符号、英文、数字、大小写区分，然后点击下一步。好，这边呢提示让你保存，那我们就点击保存一下。这个页面有2个选项，一个是免费6个月，一个是付费。选择免费的这个计划，个人全名使用你的真实姓名，真实的+86的手机号，国家选择中国，地址门牌号，州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个地方你要填英文它不支持中文。邮编呢选择你们当地的这个区的邮政编码就可以了。我接受，我阅读，进行保存。它是让你使用付款方式，而且中国区这边是支持中国银联信用卡的，要比我们当年注册门槛要低很多了。当年必须要有外币的信用卡，要么就是 Visa， 要不就是 Master， 所以小伙伴有国内的信用卡完全可以无障碍正规方式注册亚马逊云。这边输入你的卡号，卡上的姓名，持卡人的身份证件号，持卡人的手机号，发送银行的验证信息，完成验卡流程。当你填写了验证码，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点击验证卡信息，银联的信用卡成功绑定，选择对应的币种，验证并继续。拿你的+86的手机号做一个手机的2步验证，输入你的手机号接收到的验证代码，这样我们这个账号就设置成功了。如果一切信息无误的话，几乎是100%注册成功。这边呢，它就会自动引导你到亚马逊云的
后台的工作区，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个使用情况，剩余的免费额度是有多少，可以使用的天数是多少。在创建服务器之前，大家看到右上角这边会有一个选择地区的，这些地区呢，我们都可以去选择。大家初始的状态是没有香港、台北的，这2个地区属于我们这个隐藏区域。鼠标移到管理区域这个选项，点击这块有 AWS 区域的一个列表，会有一些禁用的区域，默认会有开启的一些区域。我启动了香港和台北，这个对于国内的小伙伴使用会比较延迟会比较低一点。勾选，直接这边有个启用，启用以后需要等个20分钟吧，差不多。不想等你就把这个账号先退出，然后你重新登录一下，会有一个2步验证的一个提示，就是你登录账号的话，我建议大家就用验证器把2步验证也做一下，然后每次登录的话，你都用什么 Google 的或者微软的验证器来同步，最安全。这个区域开起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对应区域的 ECR 的机器了。我们在搜索里头搜索 ECR， 你点击就可以了。依然在右侧确认你要选择的 ECR 区域，那我这边选择香港。大厂的机房是遍布全球的。好，同样 ECR 这边的成本也能看得很清晰。来到左边选择这个实例啊，我们每一台服务器呢都是一个实例。那我现在香港这边没有任何的服务器，我需要在这边启动实例。我们这边就可以选择熟悉的一个系统，我这边用 Debian， 它默认会帮我们选择 Debian 13，实例的 ID、发布时间、用户名。我们常规玩的付费的云服务器基本上都是 root， 但是这些大厂清一色的都是使用普通账户，这样的话是最安全的。用户名记录下来，你就默认就可以了，它这个能管保。然后这个呢，其实也可以一直用5个半月。如果有算数好的，可以再确认一下。然后密钥对，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重新创建。这个是我们登录 SSH 是需要的，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密钥相比密码要更加安全，更不容易被暴力破解。给它起个名字。好，这个是加密算法，我们就用这个 RSA， 因为我们待会儿要让大家使用服务器更加简单，更符合我们主流的操作方式。因为我们用的机器呢不会有那么高的安全要求，所以我们可以重装一个纯净的系统，因为各家厂商都会内置一些各家厂商的监控组件服务。这边呢点击创建，这块我们就把私钥文件下载下来了。亚马逊云呢，在服务器上会为我们分配一个公钥文件去和私钥文件进行配对登录的。安全组你可选可不选，因为待会儿我们要清一色的把它们全部清掉暂时保持默认就可以了。服务器的存储空间，如果你没有特殊需求的话，就用8G 也是足够的。如果你有特殊需求的话，可以进行调整。这一系列的操作以后，我们这一台香港的服务器就可以进行启动了。点击右下角的启动，它这边会提示请稍等，我们再启动实例。亚马逊云这边呢，它是按小时计费的，不是说你一下子扣除我1个月的费用，即开即用。很多大厂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只有你启动实例以后才会按小时进行扣费，如果你不用的话，随时可以关掉。ECR 的实例初始化我们的网络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已经为我们分配了一个公网 IPv4 的地址。状态检查这边出现这种绿色的3项检查通过，可以去使用这一台云服务器了。往下滑，这边有一个安全，我们把安全组设置一下。这块点开安全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SSH 这个端口是开放的。那这样不够，因为我们日常搭建服务是需要开全站端口的。那如何开启呢？我们这边右上角有一个编辑入站，把这个先删了。添加规则，入站规则是最重要的。点开所有流量，自定义这边改成任意 IPv4。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 IPv4，所以你直接设置 IPv4 的就可以了。保存规则，这样你的安全组规则就设置好了。出站的话，它是会放行所有的流量的，不需要我们额外去设置。只有入站规则是我们需要手动去调整的。回到 ECR 的实例，现在的这个公网 IPv4，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 Windows 也好 Mac 也好，就是桌面端去直接测试了。左侧开始菜单，亚马逊云的 IPv4 复制进来，回车。好，有2个丢包啊，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这下就好了。这个延迟包括我们使用它作为远端远控、低延迟，甚至包括你内网穿透 FRP。都是非常 nice 的一种状态，30毫秒左右就相当于国内跨省之间的这种延迟了。所以亚马逊云就是这一类大厂能提供到的，其他小厂都无法比这样的好的线路。接下来呢，我们就拿这个 IP 去连接我们的服务器。我这边的 SSH 工具依然是我们 Telemuse SSH 连接工具，我会把这个下载链接放在我的视频说明区，这边点击添加亚马逊云的 IPv4 地址，设置一个昵称，默认端口22，它的普通用户就是 ADMIN， 这是亚马逊云为我们设置的，是没有密码的，我们需要点开它更多的验证，有个 key。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双击打开它？打开以后把私钥全部复制，然后粘贴进来点开，然后我们把这儿复制进来，这块给它起个名字 HK， 点击上面的保存，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连接了。首次连接呢需要我们这边确认，那我们目前是一个普通用户，我们需要提权，我们需要输入 sudo -i 井号，并且这边变成了 root， 那我们拥有了这一台亚马逊云 ECR 的最高权限，需要使用到科技 LAN 的一键脚本了。在你的浏览器输入科技 LAN.sh 回车，就来到我们一键脚本工具的提取页面我们直接点击复制，右键进来回车。好，这个时候呢是需要同意许可，我们就来到了脚本的主菜单，一一关注一下这台机器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大便13，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是英特尔的 CPU， 主频是 2.5G， 内存是1G 的，硬盘是8个 G， 当前的地址是香港， ASN 的这个码是亚马逊云。我们接下来13，我是比较喜欢装一下新的系统，所以我们选择8。所以我们在亚马逊云那边设置的时候，什么系统并不重要，最终我们会使用更加方便的方式来。那我这边就选择大便13，重装一个纯净的大便13。这边我会设置一个密码，我们不再使用 HK 这个密钥了。这样的话，它就为我们去拉取大便13的官方镜像，然后为我们安装。当然你也可以不这么操作，你就使用亚马逊云原厂的系统也都是没有问题，大差不差。好，这个呢大概要等10分钟15分钟的样子。那我们再回到我们选择服务器的这个地方，亚马逊云香港我们这边只能用 root， 就是直接就是最高权限，然后密码呢是我们刚才输入的。好，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取消掉了。这样的话，我们去登录你重装好的大便13，点击第一次同样需要点击验证，这下我们就使用官方原厂的在我们亚马逊云这台机器上运行。好，复制，右键进来回车这时候呢他说我们缺少 CURL， 我们使用 apt install -y CURL 去安装一下 CURL 这个下载组件才能下载我们科技 LAN 的这个脚本。因为亚马逊云它原生的系统是带这个的，但是这个官方的大便系统太纯净了，所以连这个都没有。那这时候呢，我们向上再向上，再次运行科技 LAN 的这一键脚本，你就发现又和刚才
初始的一样了。我们退出，你就不用再输入命令了，你直接 K 就能启动了，并且不需要再有这个许可验证了。更新一下系统，目前已经是最新的状态了。测试一下这台机器怎么样？我们选择8，线路回程我们选择11看一下。它这边呢是从美国到北京，联通的就比较值了，它是从新加坡走的，到上海是89毫秒。移动是走香港的，更适合移动小伙伴去使用。广州、深圳这边只有10毫秒非常低了。教育网68毫秒，你选择17，三网的 IPv4 的一个测速，1兆的一个网络，能达到将近3000兆的上传。你可以看到江苏电信这边也能达到1000兆的状态。只有这些大厂对国内才是最友好的。即使你说我有 CN2 GIA 的线路，那在晚高峰或者在什么复杂的网络环境下依然不够看的。确实很稳。那更多的关于亚马逊云机器的测试数据你可以移步到我的博客，会有详细的图表给到大家，让大家去关注我这一台机器是台北的机器，大家同样可以做一个参考。免费服务器已经很香了，那这边呢会有一些实例的基础操作，包括停止、重启、终止，不想要了你可以直接就删掉，因为750个小时它还是在的，就是说只允许你同时开一台机器。如果你开2台机器的话，它在15天以后，这2台机器应该都用不了了。它不会扣你的费，但是它应该会给你邮件说你已经超过时间了我也还没有去验证，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来玩，反正是放心不会扣费就可以了。在官方的说明说得很清楚。有了这台服务器呢，那你可以做任何，比方说你可以做一些中转做一些 Docker 做一些部署网站的事情都是可以的。白嫖半年，何乐而不为呢？好了，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又白嫖亚马逊云的服务器了，成功的注册了账号，开启了一台 EC2 的云服务器，然后测试了一下，并且我们挂在我们服务器探针上进行展示。感兴趣的话，那你就行动起来吧。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在评论区和我互动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欢迎大家支持点赞、3连、转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